学问盲公竹。我每一次解释的健康问题，我都会用一些科研报告来支持我的论点。这些科研报告全部来自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。今天要说的题目是贫血。身体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贫血，比如说内出血、经血过多，或者胃溃疡，或者子宫肌瘤，或者有寄生虫攻击红血球，或者免疫系统攻击红血球，或者氧游离基破坏红血球，又或者红血球本身结构存在缺陷，又或者红血球缺乏铁质，出现贫血，运送不了氧气去身体组织，或者是缺乏了红血球生成素。现在我逐个慢慢解释。我们的免疫系统有时候会弄错搞糊涂，会误以为自己身体的组织是敌人而去攻击，比如攻击自己的皮肤，引发牛皮癣；攻击自己的关节，引发类风湿关节炎。那如果免疫系统攻击红血球，就会引发溶血性贫血，英文叫 hemolytic anemia。免疫系统能够出兵攻打细菌，打完以后没了细菌就会收兵，能出兵也能收兵。如果能够启动收兵的机制，便能停止免疫系统自己攻击自己。补充一下，当细菌入侵身体，免疫系统便会立即出击，那个时候就会出现抗体。如果抗体不能在2个星期内消灭细菌的话，免疫系统会出动一种东西叫丙型干扰素，引出吲哚胺二氧酶去停止抗体反应。那时候免疫系统就不再去攻击细菌了，所以能够运用引出吲哚胺二氧酶的方法，就能平息免疫反应。这需要怎么做才办到呢？有一个保健食品叫丁酸盐，丁酸盐能够激活吲哚胺二氧酶，它能够平息免疫系统自己攻击自己的反应。这个方法可以对付溶血性贫血，避免免疫系统自己攻击自己。另外一种情况是，自出生就患有地中海贫血。我们红血球里有种东西叫血红素，血红素在我们胎儿的时候有2种甲型的蛋白质 alpha， 还有2种丙型的蛋白质 gamma， 中间是铁，这个就是血红素。当胎儿出生后，上面2个甲型蛋白质没有改变，但是下面的2个丙型蛋白质就会变成乙型蛋白质贝塔。好了，假若甲型蛋白质 alpha 出了问题，就是我们所说的甲型地中海贫血。如果是乙型蛋白质贝塔出了问题，那就是乙型地中海贫血。如果乙型蛋白质贝塔出了问题，我们是可以把丙型蛋白质 gamma 叫回来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有一种药是叫 hydroxyurea， 就可以对付地中海贫血的问题。另外还有一个保健食品改善地中海贫血，叫丁酸盐。丁酸盐可以透过抑制酵素 HDAC 把丙型蛋白质叫回来，这也是一个用来处理地中海贫血的方法。另外一种出现贫血是因为欠缺铁质。有哪些食物含有铁质呢？比如说猪肝有铁质，或者是猪红、鸭红、鸡红，这些都有铁质。如果你怕恶心，不想吃猪肝吃血，有个保健食品叫螺旋藻，
螺旋藻是天然的健康食品，含有丰富的铁质，可以用螺旋藻来补充血里的铁质。缺乏铁质就可以用螺旋藻来解决。有些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就有遗传病，叫蚕豆症，正式名称叫 G6PD 不足。G6PD 不足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原来我们的红血球要携带氧气，氧气里面有 0.1% 的氧游离基是可以伤害红血球。不过红血球里有一种物质叫谷胱甘肽，把氧化物质、氧游离基中和了。中和之后需要还原，这里有个机制是需要用到 G6PD， 最后还原成谷胱甘肽。但是如果过程中缺乏了 G6PD， 这个还原的过程就不能进行了，意味着红血球容易被氧游离基破坏而受伤。怎么才能保住 G6PD 呢？如果天生就缺乏 G6PD， 有一个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叫乙烯半胱氨酸。乙烯半胱氨酸可以还原谷胱甘肽，所以小朋友天生没有 G6PD， 每天吃一点点这个抗氧化物质乙烯半胱氨酸，这个保健食品就可以帮助保护自己的红血球了。当一个人患上了肾病，很晚期的肾病，它会出现贫血，因为肾脏会制造一种物质叫红血球生成素。红血球生成素去到了骨髓，就会让骨髓制造红血球。红血球生成素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呢？就是当血液里的氧气不充足的时候，就会使肾脏制造生成素。在西藏，是一个位于海拔很高的地方，所以西藏的空气是很稀薄。由于氧气不充足，造成了西藏居民的红血球生成素都比较多。多到什么程度呢？多到出现在尿液里，需要排出来。有一间美国生物科技公司就派人到西藏来，收集藏人的尿液，收集了上千加仑的尿液，然后从尿液提纯红血球生成素。提纯之后，他们不是用来卖，而是分析红血球生成素，就知道蛋白质的氨基酸的排列次序。知道了排列次序，理论上就能了解遗传物质 DNA 的次序。知道了次序，就能用生物科技方法去制造基因，把基因植入酵母，让酵母生产人的红血球生成素。这是透过生物科技的机制和原理，就出了一种药品叫 Epigen。Epigen 就是红血球生成素，不过它的价格很昂贵，几千美元一针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负担得起。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用打针又能得到红血球生成素呢？香港科技大学研究发现，原来有一种中药叫红景天素。红景天素是什么呢？它是一种植物生长在悬崖下隙，曾经是给清朝皇帝服用的药，是一种很名贵的药材。香港科技大学研究指出，红景天素可以启动 EPO。EPO 指的是红血球生成素。什么意思呢？在胎儿的时候，红血球生成素其实是由肝脏做出来的，出生之后改由肾脏制造出来。但现在肾脏出了问题，肾衰竭，做不了生成素。红景天素的作用就是让肝脏重新制造红血球生成素，所以就算肾脏衰竭，
都可以改由肝脏补充红血球生成素，所以用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晚期肾病的患者减少贫血的问题。以上这些就是贫血的原因及处理的方法。